到了2026年，最能看穿一个科技人过得好不好的，已经不是他在哪家公司做什么岗位干了几年，而是一个听起来有点悬的问题：AI 把你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不是我瞎说，这是 Lenny's Newsletter 第2年做的大规模调查，几千个科技从业者。去年他们的结论是4个字：倦怠但乐观。今年这4个字就不准了。同一个行业，同一批人，一半觉得自己被 AI 放大了，比整个职业生涯任何时候都更能干、更自信、更兴奋；另一半觉得自己被 AI 动摇了，开始怀疑自己还值多少钱，这个行业还有没有自己的位置。接下来这10分钟，我想跟你说清楚的，不是 AI 让大家很焦虑这种正确的废话，而是这条裂缝到底长什么样，它划在谁和谁之间，以及一个更扎心的问题：你自己站在哪一边？先看那条裂缝有多狠。调查里问了一个问题：跟 AI 一起干活之后，你怎么评价自己？4成9的人选被放大，我能做更多，也做得更好。剩下的有人选被重塑，有人选被动摇，还有人直接选被削弱。我感觉自己没那么有价值了。关键在后面，研究者把这道题跟其他所有指标一对，发现一件事：从被放大到被削弱，乐观是一路走低，倦怠一路涨，怕裁员的一路多，愿意推荐这行的一路少。于是，调查者做了个测算，把所有可能的因素放到一起比一比，看到底是哪个最能说明一个人现在过得好不好。结果是对 AI 的自我认同是最强的那一个。说白了，一个人要是觉得 AI 让自己变强了，他就看好自己的前途。反过来也成立。这一条比职位、层级、公司规模这些加起来都更管用。所以我说，2026年真正的分水岭不是你做什么，是 AI 对你的自我认同做了什么。那这条裂缝之下，大家整体过得怎么样？一句话，更累，更不看好未来，但活儿还挺爱干。先说累，说自己严重倦怠的人，从去年的4成5涨到今年的5成6，增加了11个点。看好自己职业前途的，从5成5掉到不足一半。但奇怪的事来了，问大家喜不喜欢自己这份工作，4成多的人说非常喜欢，一边倦怠爆表，一边我挺爱这活儿，怎么并存的？研究者的解释我觉得挺准，喜欢、倦怠、乐观，这是3件不同的事。喜欢是这门手艺本身，人们还是爱的；倦怠是节奏，是活的量，把人压垮了；乐观是对未来的判断。你完全可以同时爱着自己的专业，被工作量榨干，又对前途心里打鼓。这3种感觉叠在同一个人身上，这一轮还多了一种焦虑，怕被裁。4成的人至少中度担心明年被裁掉，而在所有指标里，越怕裁员的人越不看好未来。这2件事绑得最紧。人一旦开始怕丢饭碗，第一个塌掉的就是乐观。接下来这个数据是整份调查里我觉得最扎心的。问卷问受访者愿不愿意推荐一个刚入行的年轻人走你这条路，折算成净推荐值是-39%，超过一半的人会主动劝新人别进到他的行业里来。更狠的是，就算是那些说自己对前途乐观的人，也有1/3不推荐新人进入他的行业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些人对自己的未来看好，因为他们有技能、有人脉、有资历， AI 的到来把他们攒下的家底放大了。但是他们不看好新人在这个行业里的生存状态，因为 AI 干的恰恰就是新人过去用来练手的那些活。你听出来了吗？这条裂缝不只是横着的，被放大还是被削弱，它还有一道竖的，上岸的熟练工和还在坡道上往上爬的菜鸟，看到的是2条完全不同的路。那大家到底在怕什么？这里有个特别大的误会，值得掰开。这几年关于 AI 抢工作的主流叙事一直是替代叙事，就是说 AI 的应用导致了科技公司大规模裁员。但调查告诉你，这根本不是科技人最怕的。调查显示，工作被 AI 取代这一项排在恐惧榜的倒数，只有22%的人真怕这个。排在前面的是什么？第一，用一样的钱逼我干更多的活；第二，节奏快到我扛不住；第三，工作质量下滑。我再给你个数，有一半人承认 AI 确实在接管自己的一部分工作。你以为这会让他们更怕裁员吧？不，这2件事之间的关联几乎是零。说白了就是人们怕裁员，但不怪 AI， 他们真正怕的是在 AI 的辅助下，他们会顺理成章地接到越来越多的工作，直到累垮。AI 让你干得更快了，省下的时间去哪儿了？没去休息，变成了对你更高的要求。你每快一步，这一步就成了明天的新起点。
所以这一届最典型的情绪，不是兴奋，也不是害怕，是这些情绪的混合。超过70%的人同时勾了正面和负面的情绪，平均一个人勾5种以上，有一个人勾了13种，有60%多的人说自己兴奋，但只有30%的人说自己对未来有希望。有人给这个状态起了个名字，叫含笑的疲惫。项目交付的成就感，工资涨了的幸福感，无休止的疲惫，追不上的节奏，这就是科技人的样子。兴奋和疲惫拧在一起，那到底谁被放大，谁又被 AI 削弱？这不是随机的。设计师和研究员是 AI 焦虑的阵中，创始人和高管活得最舒服。研究员里，一半人在为工作稳定性焦虑；设计师里，60%被变化的节奏压得喘不过气。这两拨人推荐这行的意愿全行业最低，这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。自从 AI 有了推理能力之后，留给专业研究员的时间就真的不多了。但设计师这边我保留意见，也许现在很多设计师的确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，可要说设计师这行要完，我不同意。就像我之前那期讲过的，一个会用 AI 又有好品位的设计师，各家公司照样抢着要。另一头，创始人是全行业最幸福的、最乐观、最不怕裁员，对 AI 最兴奋。原因也简单，他们对自己的命运、前途掌控最多。掌控感是抵御一切焦虑最好的缓冲。但你先别急着辞职创业，这里有个坑，就算是创始人，也有将近一半人至少中度倦怠。而且这份调查只统计了现在还活着的创始人，那些倒下的根本不在样本里。而大多数初创公司都会在半年到1年里倒闭。还有一个反直觉的，公司越大，人越不好过。真正把裁员恐惧顶到最高的，恰恰是那些万人大厂里的人。欢迎我们频道的老朋友，微软、Meta 和亚马逊闪亮登场。最后一个因素，你的直属领导。对比有一个靠谱的和有一个不靠谱的领导，员工的工作幸福感差多少？差6.5%。领导这一项是整份数据里影响倦怠最强的因素，比岗位、比公司规模、比对 AI 的认同度都强。调查结果显示，只有1/4的人觉得自己领导靠谱。聊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五味杂陈，但我想给你看调查最后一个发现，它其实是个更公平的结论。研究者让大家用一句话形容现在的科技行业，最多的词是混乱。但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些混乱背后的情绪。他们做了个分析，3%7%的人是积极的，3%7%是消极的，剩下的中性。同一个行业，同一场动荡，乐观的人用的词是激动人心、变革、机遇；悲观的人用的词是混乱、裁员、贪婪。这就是这份调查最诚实的地方。它不是在告诉你 AI 时代很惨，也不是 AI 时代真棒，它是在说同一件事，一半人当成地震，一半人当成起飞。我得补充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份调查，样本主要是欧美这边的产品经理和科技人自己报名参加的，不是随机抽样。所以它是一面镜子，不是一句判决。别把里面的数字直接当成你自己的命。但那面镜子照出来的东西，我觉得值得每个做这行的人想一下。决定你站在裂缝哪一边的，不再是你的职位，也不是你的公司，是 AI 对你这个人做了什么。这是个复杂的时刻，但它不是个绝望的时刻。因为那片正在动的地，到底是地震还是起飞，答案还没写死。它一半靠外部环境，还有一半是靠你的选择。你觉得呢？你是被 AI 放大的那一半，还是被它动摇的那一半？评论区告诉我。